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游手好闲的频道。老游的频道是会分享一些关于无尽对决末爆手游的视频。之前有大大一直想要一些关于英雄克制的讲解，那这期视频我来分享一位全段位胜率排第一的辅助英雄洛丽塔。接下来的分享就交给金牌解说小帅。最近相信大家都很常遇见赛琳娜和格兰杰这类强度很高的英雄，所以老游决定先分享一个比较好应对这类英雄的洛丽塔给大家，同时它也可以克制所有射手英雄。大大来看，这局对面选出了赛琳娜、梅丽莎、嫦娥和婉婉，所以老游果断掏出洛丽塔来克制他们。很多时候有大大跟我说，我们玩辅助先手队友总跟不上怎么办？那老游这期视频顺便分享一个保镖流辅助玩法给大家。那我们现在直接分享老游常用的徽技与技能给大家。这期玩的是保镖流，所以会出一些功能性的装备来保队友，所以选择坦克徽技来增加坦度。低阶技能选择活力来搭配震荡冲击。中阶技能因为玩保镖流，所以选择野鹤之主来增加移速，避免跟不上队友的节奏。中阶技能选择震荡冲击来补一点伤害，因为我们玩单排很多时候先手会有队友跟不上，所以保镖流玩法直接不拿瞬移技能来打先手。保镖流的玩法主要是保后排，所以我选择石化增加控制能力或治疗之拳来保后排。治疗之拳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多一个手段触发眷顾祝福和绿洲之瓶的技能。技能方面有大点大主2+1，那我们直接开始吧。游戏开始先升一技能，前期的节奏依然是帮助打野清野。洛丽塔的一技能突袭就是位移后会获得带有突进和眩晕效果的强化普攻，然后洛丽塔的被动洛诺亚之心就是可以触发眷顾祝福效果的关键。每过6秒可以为自己和周围友方英雄套上一层护盾，最多3层可以维持30秒。老游玩游走的节奏通常就是先跟打野的节奏，加上洛丽塔一级的时候也很难对敌方射手打出高额的消耗。这里拿了蓝的路卡斯很清晰地表示要去入侵敌方红区，原本就打算跟随打野节奏的我对这方案表示正合我意。刚好敌方辅助是个连体婴在遥远的下路，这波入侵野区已经稳了一半。卢卡斯非常专业地把红推进草丛，看来平时没有少反野，趁敌方人手不足赶紧和打野打压敌方。这局游戏对面是让人傻眼的双射手阵容，前期非常弱势，所以前期打法强势一点，不要给对面可以到后期的机会。起手一技能给婉婉来发强化普攻，然后开启我们的核心2技能回击之盾，开启石化普控制，帮助卢卡斯拿下孤儿打野。回击之盾可以反弹一切远程普攻和飞行物体，这状态可以维持3秒钟。这意味着在我举盾的时候，敌方要么攻击，要么就只能撤退，这点就可以极大限制对面的输出，而且我反弹回去的技能也能对他们造成伤害和控制。而对面使用技能前都要考虑我是否有2技能，让敌人投鼠忌器。但也要说一说2技能的弱点，第一，承受的伤害是有限度的，超过承受极限，举盾状态就会被打破。第二点就是这技能冷却时间不短，所以使用时机也非常的重要。最后一点就是这技能会被高级或以上的控制打断。我们比较要注意的是欧若拉的冰冻和常见的击飞技能，这方面的英雄太多就不适合玩洛丽塔这英雄。至于佛朗哥就还好，如果他乐意拿大招来断我2技能，我也是可以接受。大家可以注意这一波，我举盾的方向是可以决定我反射的方向。老游也可以通过这场对局让大家可以看到英雄如果过分的克制可以打出一个怎样的效果，看看我如何成为他们的噩梦。我感觉洛丽塔这英雄的坦度是不高的，所以出装方面我尽可能的提高坦度。面对这局的法伤和控制技能，老游选择坚韧之靴。第2件出装推荐绿洲之瓶，可以加强辅助效果，但是如果大逆风局第2件出装改出坦度较高的装备会比较好。洛丽塔另一件比较推荐的装备是神域，可以增加护盾和回血量，而冷却属性也可以大大缩减2技能的冷却。这里大铁灌中了赛琳娜的眩晕，判断抢救无效，果断放弃。另外一点，坦克英雄在装备选择上非常需要根据情况而改变。如果有大大不知道装备该如何选择，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新手教学里面的防御篇。当我们可以灵活的出装来应对各种环境，那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上分。在敌方有嫦娥的局，我们直接拿洛丽塔出来就可以废掉他的大招。洛丽塔大招洛诺亚全开是一招大范围的控制技能，使用时的蓄力期间可以缓速敌人，
再次点击最多可以眩晕敌人2秒，蓄力时间越久，伤害越高和眩晕越长时间。该技能可以搭配瞬移技能打出先手眩晕，不过使用大招不要太过贪心蓄力而错过击中敌人的最佳时机。接下来该说一说保镖流玩法的观念。保镖流主要是保护后排核心输出的一种玩法，我们可以制造一个舒适的输出环境给队友，也可以保护队友防止被敌方刺客刺杀。关于玩辅助，先手队友总是跟不上这个问题，其实牵扯太多因素，所以老尤直接介绍辅助另外一种玩法给大家。不过保镖流也是有弊端的，当队友没有另外一个可以打先手的英雄，会比较被动，而这玩法在射手成长起来后的中后期比较能看见成果。这玩法比较适合玩单排的游走玩家。现在进入一个比较平淡的局面，所以我先待在中路，待会去哪都方便。现在没有中立资源，大家都在发育，看那里需要我们就去那里。敌人在下路搞事情，直接打字召集人马去支援。先去围堵走位最深入的佛朗哥，刚好和卢卡斯可以形成一个包围圈。卢卡斯被咬，但是不用开石化打断技能，佛朗哥没有办法斩杀卢卡斯。现在乘胜追击，把他们给留下。骑手一追上，强化普攻接石化2段控制，帮助塞西利奥把人头给拿下。这里大招可以省下，然后观看一下那里需要我。卢卡斯成功反蓝，大顺风的局面。这里观看小地图就能发现，路卡斯和格兰杰要在敌方红区打节奏，可惜这波团明显我是来不及去接的。之前有大大叫我做一期关于意识的教学视频，不过这里我先展示一点关于意识的操作。这里发现塞琳娜的身影，我就判断她会用2技能，所以我提前准备2技能来反射，反射击中婉婉，直接上前补上2段控制，配合队友把她斩杀。这波和队友完美配合，击杀2人，英雄克制的局玩起来会非常舒服，所以也建议大大们扩大英雄池。一来可以增加游戏体验，二来在英雄克制上的选择也更多。卢卡斯最近的强度1流，建议大大们练来上分。这里点击右上角有老尤的卢卡斯教学视频，开神龟这种重要的节奏点记得要跟上。发现塞琳娜的身影，赶紧追上去。骑手一接，强化普攻加石化，打出2段控制，配合队友把他斩杀。看我洛丽塔反击机关枪，有我这么专业的保镖在，休想伤害我家射手。时机一到，可以配合队友去拆塔。准备2技能反射嫦娥的1技能。玩游走要常看小地图，注意队友的动向。现在去支援卢卡斯反蓝，果然反蓝可以勾引敌人过来。卢卡斯闪电3连鞭把塞琳娜给斩杀。这里上前配合卢卡斯越塔强杀。完了，BBQ 了，完了！你不要过来！不要怀疑，这送头操作是老尤玩的，当时的我拉都拉不住。还有这局老尤第2件出装选择统御圣盾的原因是敌方射手太多，减攻速的功能可以很好的削弱他们。要么接下来再讲一讲洛丽塔这英雄的强悍之处。我们想象一下，2个射手在开团的时候，我们站在射手前方，几乎就可以完美的帮射手挡下伤害。队友玩战撸射手的情况，洛丽塔就可以更好的发挥。例如花火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洛丽塔也可以加厚她的护盾值。反而像婉婉这类射手就不推荐玩洛丽塔，原因很简单，就是跟不上。这期视频可以碾压对手，纯粹只是对面英雄配置不平衡导致的。刚好这期内容可以分享敌人前期弱势，我们就可以打强势一点。接下来这打法也是可以很好的克制连体婴，再加上这期视频也比较体现出英雄被克制所打出来的优势。接下来的打法也很简单，我负责防守，队友负责进攻。敌人没有高级控制的情况下，是拿洛丽塔没有办法的。只要我们不要胡乱使用2技能，不然到了关键时刻没有技能就麻烦了。队友被勾，赶紧入塔救援。3天劫盾，看我拒绝你的攻击。
但是如果敌人后期强势的阵容，我们就不可以浪费时间，再大的优势也要一直呼唤队友开领主。像现在开领主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像大铁罐那样的单带。先不说开领主有风险，如果我们拿下领主他掉点的话，无疑也是给敌人成功拖延了时间。成功拿下了主宰，直接准备打一波结束游戏。等待领主出来一起上高地才是上策。现在能做的就是保护队友到领主进场。这期视频所分享的玩法和徽记，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玩法千万，每种玩法都有不同的战术意义，也希望这期所分享克制的对象对大家有帮助。最近老尤也要放假回老家拜清明了，所以最近的更新速度可能会慢一些。感谢大家的观看，你们的点赞、订阅和留言都是老尤制作视频的动力。在这里祝福大家上分愉快，早日上神话。老尤别偷懒，基地还没爆。那我上前打一下。那我们下期再见。